走，快去网络中心，出大事了！怎么了？快！所有电脑都这样吗？怎么了？徐总，怎么回事？这什么时候的事情？就刚才，网站突然就黑了，前台和后台现在都进不去了。赶紧联系维护我们网站的陈工。联系过了，他们现在正在派人检查，一有消息就通知咱们。你们负责人呢？我们现在要采访。我们负责人不在，不好意思。那怎么行呢？出了这样的事情，你们应该开一个发布会，向媒体通告一下你们的具体情况吧。你们冷静点，别在这吵，现在是工作时间。各位，这是我们策划部经理曲弯弯，你们有事儿可以问他。哦，你好，请问您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这件事情，我们公司是绝对不会有假货。商场都会一一检查的。那网上就是假的，网上要是假的，那商场肯定赚不了，赶紧赔钱。快说！沈总，你先不要回公司了。怎么了？网上那批定制货的事儿，不知被谁给捅了，我们的美妆网站也被黑瘫痪了。现在各大媒体都在公司门口堵着。质检局也介入了，还约谈了林总。林总交代，这个时候你要回避一下。知道是谁干的？现在还没有线索，会不会是皮特呀？不会，这件事情对他没好处。那会不会是徐总？徐总对你没有处理于总还有意见？他嘴硬心软，而且不会拿公事来出气。那会是谁呀？情况怎么样？就一个字，乱。接着说。公司现在人心惶惶，已经乱作一团。各个专卖店，还有办公楼门口排着长队，都是要求退款和索赔的顾客。刘瑞那边营销团队的电话也已经打爆了，都是全国各个代理商、商场要求退货的。我刚刚从有关部门回来，他们要求我们暂停营业，接受检查。媒体、顾客、上级主管部门三方一块发力，这件事情不简单。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我刚才接到法国总部来的电话，他们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并且已经派了一支考察团过来，其实就是来问责的。你要好好想想，一会儿怎么跟他们说。沈总，现在法国人来，我们已经不方便在公司接待了。现在公司全都是讨说法的网民呐，在哪儿接待不重要，关键是我怎么跟他们解释。不好说也得说，现在是互联网时代，这边发生什么，那边很快就知道了。而且现在是换任的关键时刻，一举一动都会影响着我们以后的合作。我知道，让我想想。沈总，是不是请于总和徐总商量一下？于总现在不方便出面。徐总，他还跟你较劲呢。他本来就不赞同我的做法，现在弄成这个局面，也不好再要求他为迪欧做些什么。许诺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这些天都是他在前面挡枪子儿。我觉得，要不还是请他来听听他的意见。赵天成，你好，小姐，请问有预约吗？赵天成，哎，小姐，小姐，于总，你怎么跑到我公司来大喊大叫的呀？干嘛发那么大火啊？你不怕沈总知道了误会你？我想不到你这么卑鄙，做事这么绝。你这么做，无非就是想把事情搞大，赚更多的钱。如果你把迪欧毁了，你能得到欧亚品牌吗？我早就告诉过你，如果你不配合，一定会是这个局面。你以为我做生意跟沈志泽一样啊，像小孩过家家，犹犹豫豫的没个准谱。我给过你上策呀，是你自己不做呀。那我怎么办？我只有出下策。别以为我毁了迪欧我就做不了欧美品牌了，我告诉你，我照样做。
只不过我得多花些心思，多花些时间和金钱。但是我告诉你，我现在有的是时间和金钱，你听明白了吗？你够狠！我现在还给你留了条后路，我现在只是把消息放出去了，还没有把证据交给媒体和有关部门。接下来，我的行动完全取决于你。如果你配合我，让沈志泽接受我的入股协议，那我可以把这个事情给你摆平；否则，你们等着破产。沈总，餐已经订好了，11点半准时开餐。好。您再看一下鲜花、水果什么的，还有需要调整的吗？不用，你做得很好。车来了。罗叔，人呢？没接到。接是接来了，怎么回事？咱们进去说吧。走吧。这次法国代表团的负责人不是雷诺，不是雷诺，是芭芭拉。法国方面已经完成交接了吗？没有得到确认，但是在机场。芭芭拉以法国欧亚集团主席特助的身份发表声明，声称这一次中国地区迪欧定制货事件与法国欧亚集团总部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要追查我们给他们造成的一切损失，并且发出声明，要结束和我们一切的合作。这简直是落井下石！他们这么急于撇清，只能让局面对我们更加不利。不止这些，这次他们没有上我们的车，更没有入住我们安排的酒店。而是，接着说呀。我在机场看到赵天成了。赵天成在法国代表团发出简短声明之后，就被赵天成给接走了。这个举动比之前芭芭拉向媒体所做的声明更危险了。他们这么快的就和蓝针接洽，这是在向媒体释放信号，是想让蓝针取代迪欧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完全陷入绝境。要布这么一个局，他也是费尽心思。你说 Manny 是被他利用，还是 Manny 想这么做？现在讨论这些有意义吗？都是我的错。楼叔，说吧。我想说，跟法国订货需要周期，我怕运转不过来，所以找了个厂子，做了一些紧俏的产品。但是我想是逼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的。你真的是这么想的？还是想要利用这次的事件来诋毁许诺？我从来没有打算要陷害他。你还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是赵天成，这一切都是赵天成操控的。他想出资公司。他找过你，什么时候？就在几天前。我想你不会答应，就没有告诉你。但是我在想，如果他出资到20%到30%的股份，这对公司未
未必是一件坏事。真的吗？你真的这么想吗？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没有。还有吗？云半妮，你被停职了。从现在这一刻开始，公司的任何决策跟你没有关系，请你离开。走啊！沈总，你终于来了。我来是想当面告诉您，我不打算接受您的提议。不用那么着急回答我，就算是不谈生意，咱们俩可以聊聊天嘛。没这个必要。我知道您一直觊觎迪欧在欧美化妆品上面的垄断，一直想要分杯羹。在商言商，每个人都想扩大自己的企业，这也无可厚非，我完全能够理解。如果您早一点提出这个提议，我或许会考虑两家联手。但是现在，不可能。为什么？在市场上，不管是面对合作或者竞争的关系，我都希望能够光明正大。我绝对不会暗箱操作，背地里拆台。有句话说得好，道不同，不相为谋。你话里话外的意思我算是听出来了，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卑鄙，用阴谋的手段把你逼到谈判桌前，那你是1000个10000个不愿意喽？沈总，你觉得你自己的所作所为就很正道吗？至少我尊重我的竞争者，绝对不会阴谋算计。漂亮话谁不会说呀？真像你说的那样，许诺怎么会去你的公司呢？我提供了优渥的条件，对他而言，这是正常的职业选择。话说的再好听，也是挖别人的墙角。当初你挖我的墙角，早就应该知道我会投桃报李。不过你跟我之间最大的区别，我比你挖得更深入，更有效果。我希望我的意思已经表达清楚了。还有，我不希望你再去骚扰于总，他最近身体不好，在家休养。我还可以告诉你，他已经被停职了，迪欧的决策他不能够再参与。我老实告诉你，我入驻迪欧早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我今天约你出来谈谈，只不过想给你留点面子而已。真没这个必要。我们走着瞧吧。好，拭目以待。有意思，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你骂我吧，你怎么骂我都行。赵天成这个王八蛋，我居然被他给算计了。赵天成什么人你不知道啊？你还去招惹他？要不是你一直盯着许诺不放，怎么会被他利用？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咎由自取，是我引进了祸水，这个责任我会承担的。现在这事情已经闹得这么大了，你怎么承担？我就想不明白了。在我心里，你是一个做事情特别有分寸的女人，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你清清楚楚的。我之前也叮嘱过你，不要去给许诺惹麻烦，你不听。你大大小小、里里外外造了多少事情出来？我说过你吗？没有。我知道，我理解你，你就是感情用事，你只是想让许诺离开迪欧，离开沈志泽，你不会做出很多很过分的事情来。因为你不会伤害迪欧，更不会伤害沈志泽。这件事情一出来，我直接傻眼。你给我闯了这么大个祸出来，你现在是为了你自己，你已经自私狭隘到家了，简直就是无药可救，走火入魔了，你知道吧？
我是自私狭隘，我是走火入魔了。但是我为志泽付出了我10年的感情，凭什么？凭什么许诺一直在跟我抢志泽？我不甘心。所以你要因为你的不甘心毁掉整个迪欧吗？你以为我不痛苦吗？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志泽对他付出多少感情了吗？但我不愿意相信。直到我看到志泽不顾自己的生命上了雪山，我真的疯了。我告诉我自己不能再这么等下去，我必须亲手毁了许诺。好了，你也别太激动了。刚才那些话我是替沈志泽说的，接下来我要说我自己要说的。你以为这件事情你得逞了，沈志泽就是你的了吗？就算我得不到沈志泽，我也不能让许诺得到吧。我才是最爱志泽的人。你为了沈志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真不知道该骂你还是该同情你。相信我，我不会毁了迪欧，我不会伤害志泽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会变成今天这个局面。说说吧，你是怎么跟赵天成勾搭上的？我没有勾搭赵天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知道假货的事情，而且那个假货单还在他手里。他要挟我，他要沈志泽引进资金，他还要迪欧51%的股份，我怎么可能答应呢？我不答应，他就出了这招。是我答应了，我真的不知道他这么阴险。你呀，就是一步错步步错。你要早点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跟我们商量，可能结果不至于这么糟糕。你放心，我自己做错的事情，我会想办法弥补的。这哪这么容易啊？为了志泽，我就算牺牲一切，我也愿意。楼叔，怎么了？沈总，董事长看了新闻，昏过去了，正在医院抢救呢。哪家医院？人民医院。知道了。楼叔，沈总，现在情况怎么样？突发脑梗，正在抢救，指导的是国内心外领域的顶级专家。对不起，对不起。这样子吧，楼叔，你先去家里面，让张妈收拾一些我妈住院的东西，然后再把它拿过来，我在这儿等着。好的。别，让我去吧，我对家里比较熟，我也知道阿姨喜欢穿什么。去吧。您别着急啊。搞什么呀？这么关键的时候跟我玩失踪。医生，手术虽然很成功，但是病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经历了2次急性心梗，心脏功能受损严重，康复起来时间会很长。
身体也会很虚弱。至于以后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我也说不上。啊，你们要特别当心，不要再刺激他了啊！我知道了，谢谢。志泽，我在这里照顾阿姨，你赶快回公司，公司需要你。不用了，你们都回去吧，我留下来照顾我妈。于姐说的对啊，公司那么大一摊子事儿摆在那里，你也得给个说法。还有，昨天你跟赵天成聊怎么样？我拒绝他了。拒绝了？我愿意把我25%的股份给赵天成。不可以，这件事情没得商量。我说过了，你不要再插手公司的事。要不就按于曼妮说的，用他的股权换赵天成的钱。我们当然需要出资，我也不是害怕股权被稀释，但是我不能跟赵天成合作。这个人野心太大，做起事来不择手段。 8000万美金换25%的股权，其实也还好，坏不了事儿。我们现在局面已经要陷入死局了，如果没有强大的资金过来救市的话，我们改变不了局面。那要不然就让于曼妮出来承担，出面澄清。这是谁的主意？是他自己说的。他说实在不行的话，他就出来说这一切都是他一个人所作所为，等过了这个难关再说。胡闹！ 于曼妮可以糊涂，她当然也没少做糊涂的事儿。但是在这么危急的时刻，把一个女人推出去承担这所有的责任，这件事情我办不到。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所以他才让我过来劝劝你，这次听他的。不用，我不想承担这个情。再说了，这件事情一定会惊动董事长。我妈现在身体已经这样子，我不想再有个什么万一。 要不这样吧，你让公司财务部清算现金，把所有员工的遣散费先预留出来，然后启动破产程序。你是想放弃迪欧啊？那这样的话，你还不如去接受赵天成的钱呢。就算是放弃，也是我主动的选择，而不是被人逼迫之后被动的妥协。你太偏执了。 作死了！林总，这是全部交了定金和货款的代理商名录，我都整理出来了。全部的预付款一共是3亿8千万。上个月我们已经打往法国总部预定新产品了，现在账面上的资金连零头都不到，所以根本没办法做清退。这个月商场应收款是多少？啊，在这儿呢。 上海的卖场加上外地一部分直营店，一共不到5000万，而且上海卖场的账暂时都封存了，一时半会儿拿不回来，所以这一块算了也白算。把上海还有各个地方员工的工资还有保险这块的钱留出来，一会儿楼叔会把老员工的年限补偿款的单子给你，把这部分钱都先留出来，准备随时付给大家。不会吧？居然到这一步，要跟员工清算工资了？ 这是沈总吩咐的，不管怎么样，要保证员工的利益，其他我们再想办法。我知道了。周老师，你是老员工了，其他我就不多说了，记得保密。放心吧，我拎得清。呼啦啦大厦将倾，我们这么多年费尽心血，帮着沈家母子建立起来的迪欧，居然就快倒了。都怪我，公司要倒了，阿姨又病了，都是我的错。怎么能怪你呢？ 要怪也得怪沈志泽，家和万事兴啊！好端端的给
非弄来一个什么许诺，先是分你的权，接着搞个三角恋，现在公司也被他搞垮了，该消停了吧？你说这些都没用，公司要真倒了，咱们那25%的股份也就变成负数了。当然了，还有那个对赌计划，真是太可惜了。那又怎么样？你还想替他们救市啊？算了吧，救了，他们也不会念你的好。妇人之见。曼妮啊，听你老爸一句，现在我们还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只要我们能够融来资金救市，对那些要求赔偿的客户呢，认真负责的赔偿，彰显我们迪欧的实力，还是有机会翻身的。只要大力的开发新产品，对，就是你那个护肤中心的计划。这样呢，虽然会付出大笔的推广费用，但是我们还是有机会重获新生的。爸，你说的太对了，但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光流动资金就得好几个亿，而且还是没有负担的拆解。是啊，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融出这么大一笔资金，确实不太容易。不过我已经跟我的几个老朋友打了招呼，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答复。你先出去吧。喂，哟，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于的美女啊！怎么着？有何指示？白总，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希望你大人有大量，不要跟我计较。我没听错吧？于的美人是特意打电话跟我道歉的。白总，我行了，有什么事说吧，听着呢。只要你愿意帮迪欧筹集资金，无论是股份，还是承包迪欧在华南地区的市场，我都会尽力配合你。哼，我没听错吧？你的意思是要找我借钱？凭什么？那我有什么好处呢？于曼妮啊，你真把我当傻子啊？你以为我真是你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你忘了，我们的交情早就被你那一巴掌给打跑了。我现在脸还热辣辣疼着呢。你现在又跟我说什么让我帮助迪欧啊，帮助你的心上人？你真以为我那么好玩弄啊？你不要跟我谈什么股份和市场，我巴尔博不稀罕。上次真的是我不对，白总，别说是一耳光了，我让你扇10个耳光都行，只要你能帮迪欧。行了，用不着在我这低三下四的啊！我告诉你没用，你在我巴尔博这儿已经没有市场了。你怎么那么消停？不然还能怎么的呀？发表感言啊，还是大哭一场啊？不愧是许诺带出来的人啊，说话腔调都这么像。哎呀，我就想啊，有些人说这话说的还真挺对的。这人呢，人生观和价值观要是不一样的话，凑在一起真没什么好结果。什么意思啊？咱们今天这危机，但凡要是换个人，说不定就会翻云覆雨，是一片大好机会。可是现在咱们偏偏面对的是沈总，
你不觉得前途一片渺茫吗？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啊？忠言逆耳，自古以来不都这样吗？哎，许诺呢？这2天在哪儿啊？哎，不知道，这2天我们俩也没怎么联系。我还想问你呢，你知道他干嘛呢吗？瑞姐，哎，咱公司真要黄了。哎呀，你们就把这心放肚子里面嘛。他就算改朝换代，他换来换去，他也换不到咱们这一层。再说了，咱们是奋斗在销售部第一前线的人，不管怎么样，咱们还是有利用价值的。嗯，也是啊。瑞瑞姐，你可真是宠辱不惊啊！佩服佩服。工作去吧。哦。哎，记者，公司这事儿你听说了吗？哎，怎么办呢？哎，安娜，要是迪欧真的倒了，你要去哪呀？我找一个咨询公司当翻译，或者出版社当编辑。反正我是不会再做跟营销有关的工作，压力大又操心。以后啊，我就找一个不用动脑子就能轻松挣钱的工作。不用动脑子啊？哎，那要不你去健身房当老师吧，不脏不累不动脑子，还没风险，没准还能找个高富帅呢。得了吧，人家那个也是有技术含量的，最起码得有一个好的身材，不然怎么有说服力啊？那也是。你呢？我想嫁人。哎呀，上班真没劲。其实我来迪欧上班，不过是想借这个机会找张长期饭票罢了。哎，你这点出息啊！我这点出息，哎，你没看咱们公司那2位御姐吗？于总就不必说了，你再看看那个许诺，脚底下踩风火轮似的，忙里忙外折腾了1年，结果有什么用？全都黄了，什么用都没有。唉，其实这女人啊，任你能力再强，职位再高，挣得再多，要是没人疼、没人爱也没用。职场上你再厉害，不过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了。只有嫁得好，才能体现一个女人的社会价值。之前跟你说的都白说了，不是说吗？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哎，你说的是职场啊，那你抛开1天8个小时，其他时间就得靠男人。哎，曲经理，来一下嘛。我们公司现在这个情况，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真应了那句话。什么话呀？历史的成败转折不在于智者或者强者，往往在于一个不经意的小人物。就像秦的灭亡，是因为赵高的一点私心，而我们伟大的迪欧，就因为某个人。你说那么深奥干嘛？就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嘛。是我对不起大家，不该帮着皮特做假证。要不是我在出货单上签了字，这批货也不会在网上出售。迪欧现在面临这个局面，大家没了工作，都是我的错。为了这
再相依死别，去做最幸福的人。在熟悉的异乡，我将自己一年年流放，穿过鲜花，走过荆棘，只为自由之地。您的登机口是在13号，好，您那边请，谢谢。在欲望的城市，你就是我最后的信仰。洁白如一道喜乐的光芒，将我心照亮。不要再悲伤，我看到了不到最后一刻，我们都不要放弃。你是否还有勇气？沈志泽，等着我。我离去，想带上你死别。我熬了点粥，你吃不吃啊？对不起，我除了说对不起，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你也不要太自责了，我没有怪你，我也不能怪任何人。今天迪欧会遇到这个局面，如果真的要怪的话，我怪我自己。不是你的错，都是我，什么事情都是我一手造成的。不如你向外界宣布吧，迪欧不能垮。迪欧是你和阿姨半生的心血。在商场上，每天都会有新的公司成立，每天也会有老的公司倒闭，这就叫做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真的要追根究底，那就是我这个决策者能力不足。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以牺牲你作为挽救迪欧的手段，我做不到。都是我害了你。你真的不要太难过，其实我现在觉得很轻松，真的。我跟你说过的，我真的不擅长，也不喜欢跟一群女人打交道，太辛苦。如果迪欧真的破产了，我正好可以重新再来，换个行业。你不要这么说嘛，你这么一说，我会更难过。我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妈赶紧好起来。我真的欠她太多，太多了。等到我妈出院以后，我想撮合她跟楼叔，到时候你可要帮我。我小时候不懂事，每次楼叔来我们家里，我就吵闹，我反对他们在一起，以至于我妈为了我，为了迪欧，牺牲了她自己的幸福。楼叔到现在
也没有娶妻生子，我等于耽误了2个人的人生。志泽，你答应我，你一定要振作起来。迪欧不能垮，你知道吗？喂，白总啊，上次的事情确实是我的不对，我希望你能接受我的道歉，帮一帮迪欧。好，咱们在商言商，不谈感情，只谈交易。你能这么说，我实在太开心了。其实呢，我对迪欧还是很有兴趣，但我有个条件，只要你答应，我就同意借钱。真的吗？白总，你不要骗我。我白尔波骗过女人吗？好，那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开口，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配合。你的那个借款合同呢，我都可以答应，但我有一个附加条件。什么条件？我要你。这笔生意你做不做，好好考虑啊。我的耐心呢也是有限度的，没准过了今天，我就变主意了。叫朱娟发员工遣散费，进入破产程序。再等等，总能想到办法，不就是借钱吗？银行、财团、国内国外私募基金，能想到的我都试了。这个时候，没人敢伸手。这太不正常了。我们公司的经营状况总体来说是良性的。跟经营没关系，我们是被人算计了。非要这样吗？只能这样。这样眼里，还有谁习惯把照片依旧唤醒？怎么这一切我都失忆？唯独玻璃窗留下了叹息，不信街爱人的风景不放过我眼睛。人潮澎湃我的心。
亲爱的闺蜜，我很想祝福她们，偏偏此刻遭眼泪偷袭。这么多年，见证一个个朋友的清晰，这么多年，灵魂的挣扎我多想放弃，可是我不可以，我不答应。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我给你狭窄的街道，绝望的落日，荒郊的孤月。我给你一个久久的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我给你我已死去的祖辈，后人们用大理石祭奠的先魂。我给你我的书中所能蕴含的一切物理，以及我生活中所能有的男子气概和幽默。我给你一个从未有过信仰的人的忠诚。看到了一我给你早在你出生前多年的一个傍晚，我给你看到的一朵关于生命的诠红玫瑰的记忆。我给你我的关于你生命的诠释。我也给你我的寂寞，我的黑暗，我心的饥渴。我试图用困惑、危险、失败来打动你。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从你回眸而去那天开始，我的日子写成诗，诗的背后写着你名字。想着你的感觉，犹如雨的缠绵，淋湿我的岁月，而我却依然不知不觉。想着你的感觉，犹如风的缱绻，吹乱我的日夜，吹也吹不走你的容颜。借款合同什么意思啊？看一看，从法律的角度和公司的利益，合同有没有问题？合同主要条款没有问题，但是他们的利息高于央行基准贷款利率3个百分点。这么写对我们倒是无所谓，但是对于出借方会有风险。一旦有纠纷的话，他们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来保护他们。倒是可以换一种说法，这样既可以保证他们的利益，同时又不会与法条相悖。没什么问题啊，那只是保障了他们的权益罢了。就是因为这个合同太没有问题了，反而让人会质疑出借方的居心。第一，他们不想要我们的股份；第二，他们又不想瓜分我们的市场。我实在想不出为什么。没有什么为什么，他们想让我做的，没办法写在合同里。不过我答应他们的。于姐姐，我就知道有一些上不了台面的，说来听听。他们希望我们迪欧以后所有的宣传都挂上他们的品牌。这个要求不过分，
但我觉得这应该不是最主要的。他们昆山有块地，我们之前不是计划请法国总部把亚太产品研发中心搬移过来吗？我懂了，他们不是不想在化妆品市场上谋利，而只是看不上这块蝇头小利，所以他们要借此机会炒热自己地产公司的品牌，然后参与新中心营造项目，是吧？没错。可是这事儿还没影呢，你是怎么说服他们的？你答应我一件事吧。你说。你要让智泽把这个合约给签了，他只要一签，8小时之内，他们就会打款过来。你自己为什么不去说？我已经没有脸见他了。怎么样？2月号电话。刚度过危险期。刚才云班你来找过我。这次云曼妮让我太意外了。怎么说？来，你自己看。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事因他而起，又因他而了。他的心思真难琢磨。我现在理解你了，就是我被他缠上，就像蜘蛛网上的飞蛾，想扑腾都扑腾不了。干嘛？你难道想拒绝吗？白尔博这个人的品性，比赵天生好不了多少。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去关心一个人的品性？现在都救命关头了，人现在真金白银3个亿就摆在你的面前，只要你签，8个小时内资金立马到账，而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到时候开一个发布会，做一个危机公关，这事就了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谨慎面对借款吗？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用一个错误去掩盖之前的错误，最有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一错再错。白尔博和赵天成不一样，白尔博的事业重心在地产上，他对我没有任何危害啊。一个本业在地产的人，投资化妆品行业，一投3个亿，还没有其他的附加条件，你觉得这合理吗？云曼妮说了，如果以后我们和法国欧亚集团在中国开化妆品生产中心的话，就要在他的地产上建，然后把生产权交给他。那为什么不写在里面呢？我不问你也不说是吗？再说了，投资3个亿，只为了一个还没有落实的前景，这科学吗？现在不要再去关心什么前景了，先把当下的事处理好，好不好？来，给你。今天公司闹事的人可少多了哈，可不，等着拿赔偿呢。哎，你说早2年，打死我都不相信，咱们迪欧会有今天这样。是啊，谁能想到呢？这么大的公司，说垮就垮了。哎，你看，这沈总这2天没来上班吧？许诺也没见，连于总也没来，是不是都闪了？徐总我不知道，于总啊，人家可没闲着，人家去苏州了。去苏州干嘛？听李楠说去找白尔博解决资金的问题。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啦，进展的还挺顺利呢。第2天就回来了。我听说啊，于总回来的时候精神状态好多了，看来问题啊能解决。那太好了，看还是于总有办法。你看吧，这关键时候还得靠老员工，老员工就是对公司有感情。别看平常吵归吵，闹归闹，关键时候都向着公司。你看那些新人，就是靠不住，就是靠不住。哎，
宝宝，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下班啊！我要光明正大的拿着花儿接你下班。还是得低调。低调干什么呀？DO 都快倒了，你怕什么呀？等我们去了蓝针啊，以后荣华富贵，包你享用不尽。你小声点，我告诉你，DO是不会倒的。于总去了苏州找白酒借钱，问题很快就会解决了。真的假的？真的，我刚刚听财务部朱经理和妍妍说的，好像借款文件都准备好了，现在就等沈总签字。Peter。哦，没事，走，回家吧。嗯。这个消息的确挺让人意外的。女人心，有时候真是挺难以琢磨。不过这个于曼妮也挺有意思的，自己设的套自己来解，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当初他是想设计许诺，没想到被许诺找到证据咬住了他，又被你利用把消息公布出去。这许诺没设计成，倒把 DO 给毁了，他肯定拼了命的挽救。其实我挺可怜他的，有点老母鸡护崽的意思。唉，可怜之人自有可恨之处。我要是沈志泽，为了公司好，先把他踢出去。赵总，这个事儿了结了以后，我是不是就可以来蓝针上班了？不用那么麻烦。你不会说话不算话吧？你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等这件事情结束以后，连 DO 都是我的了。你来蓝针上班和你留在 DO 有区别吗？也是。对，只要把活干好就行了。沈总，我还有个附加条件得写进条款里，请说。我借这笔钱给你们，完全是看在于总的面子上。但是于总现在也不负责 DO 的具体事务了，所以我要派一名代表入驻 DO。当然了，你放心啊，我丝毫没有要干涉 DO 具体业务的意思。我派这个人来，只不过是监管这笔资金的使用。只要是对 DO 业务发展有促进的，都没有问题。没问题，我同意。好吧，来。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对不起，沈总，这位先生非要硬闯进来。赵总，你可来晚了。不晚，这个时间段刚刚好。我向大家宣布一下，赵天成赵总就是我的全权代表。谢谢白总对我的信任，请我做这笔资金的监管人。沈总，咱们俩之间缘分不浅，这笔资金的使用权仍然是我说了算。你应该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我明白，意思是 DO 这笔钱只能看不能用，对吧？你答对了，你只能看，不能用，也就对你来说，DO 仍然是死路一条。我只需要再多等几天，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的。威尔伯，
我们之前不是把所有条件都谈好了吗？你不是都答应了吗？怎么会这样？于总果然是聪明啊，想用迪欧和欧亚集团的预期项目当诱饵，让我心甘情愿地把钱拿出来，帮你渡过难关。可是这预期的项目，谁能说得好呢？还是赵总实在，给了我货真价实的项目啊，还有上海地产界的那些资源。你可别怪我，咱们在商言商，图的都是个利啊。尽量表现着像不在意的，平凡暴露了自欺欺人者，越掩饰越深刻。你说，我说，听说，忍着言不由衷的段落，我反正决定自己难过。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我想给你个拥抱，像以前。对不起，你的判断是对的，是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还逼你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不过我已经研究过合同了，只要我们把钱退给他们，他们就不会得逞。现在已经不是退不退钱的问题。现在是所有人都知道公司有这笔钱，如果我们不能够支付应付的账款，市场只会更混乱。我马上打电话给几个熟悉的风投或国外的同学，看看他们能不能拆借一笔钱给我们。总之天无绝人之路，你也别太想不开。我就想静一静，你去忙吧。